延续上一期父母讲中文，孩子讲英文的产生过程和原因，今天我们就来个灵魂拷问。事情来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培养孩子中文这件事情算是失败了吗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跟你一起探讨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的 Masugi。首先，请允许我花一点时间为你推荐一本书。Happiness is a Serious Problem by Dennis Prager。 我暂时没有找到中文翻译的版本，这个书名好难翻译啊。幸福是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幸福是个很认真的课题。聪明的你如果有更好的翻译，记得在留言区分享哦。我当时听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它在 Audible 上对会员免费，我想听听来打发时间，结果深深爱上了。这本书加深了我对幸福的了解，反正读它的那几天，我感觉自己好幸福。为什么要提这本书呢？因为这本书中的第9章，我们今天刚好可以用得上。作者 Dennis 在第9章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叫 The Mixing Tile Syndrome， 缺瓦综合症。它让我们幻想一下，你的家里有一副由瓦片砌成的墙，这些瓦片组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非常漂亮的图案或者画，你非常的喜欢它。可是有一天，其中一块瓦片不见了，你开始在想，这块瓦片跑哪里去了呢？我怎么才可以把它找回来？好可惜啊，如果它在就好了。当你开始这么想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已经完全集中在这片缺失的瓦片上面，而忘记了其他瓦片的存在，从而再也没有办法去欣赏这面墙了。作者 Dennis 提出的缺瓦综合症，就是想要提醒读者，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块缺失的瓦片上，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他还在的瓦片。我们认为这块缺失的瓦片如此重要，就是因为它不在这里。它的缺失把所有瓦片的幸福感都带走了。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父母讲中文，孩子讲英文这件事上，我们算是失败了吗？的确，孩子会讲中文那块瓦缺失了，但是孩子听得懂中文的那块瓦还在啊。你的孩子听得懂中文，这是多了不起的能力啊！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，在上听力课，那些听力题现在还在我的耳朵回旋。 You will hear 2 long conversations. 他们现在还能让我马上去睡觉。 At the end of each conversation, you will hear 4 questions. 而你的孩子不用经过这种折磨，就拥有了听得懂中文的能力。听得懂一门语言但是不会说的人，学术上称之为 passive bilingual， 被动式双语者，或者是 receptive bilingual， 接受式双语者。你发现了吗？就算是被动性的接受，这种人也被称之为双语者。你可能会说，听得懂有什么用呢？太有用了！如果我们能听得懂韩语，那我们看韩剧的时候，听欧巴讲话就不用字幕了。开个玩笑，真的很有用。我们的孩子还有漫长的人生要走，现在就给一件事情贴上失败的标签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呢？我用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来分享一下吧。我8岁那年的暑假，我的爸妈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照顾我，只能让我寄居在大姨家。大姨嫁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小乡村，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，我妈骑自行车坐了2个多小时才把我送过去。当我妈妈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我站在我大姨旁边，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有一群过来看热闹的孩子叽叽喳喳的在我耳边说话，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大姨嫁到了这个小山村，说了一种方言叫客家话。大姨交代了一些我需要注意的事情以后，就到水田里面忙她的农活了。在看热闹的小孩子们对我说了几句客家话，发现我完全没有反应，觉得很无聊，就嘻嘻哈哈的跑开了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疑问，为什么不用官方的语言普通话呢？那时候普通话普及了没有很多年，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农村，所以很多小孩子还不能流利的说普通话。唯一留下来的是大姨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，她看我确实可怜，就把她手中的果子给了我。
然后并用客家话告诉我这个果子叫什么名字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。他带着我去摘果子，下河去捕鱼，带着我去割草喂猪。1个月之后，我完全能听懂所有人说的客家话，我妈妈就来接我回家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了我人生最重要的2个好朋友，黄和曾。黄的家乡的方言就是客家话。我第一次去他家做客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居然还能听得懂他和家人的对话。后来我自己主动的去练习一下，居然也能磕磕碰碰的跟他的家人聊天。而另外一个好朋友曾，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，他还是连1句客家话都听不懂。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一个道理，而我也经常用这个道理去鼓励我的客户们。孩子听得懂中文这个能力，它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环境，它就有生根发芽的可能。可能他以后的学校有中文课程，比起他们班上1点中文都听不懂的同学，这是妥妥的赢在了起跑线上啊。可能他以后遇到了会说中文的人生伴侣，也可能他以后的工作需要中文，也可能他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想要寻根。你帮助他获得的这个听得懂中文的能力，可能会带他走不一样的路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是完全没有办法不去注意孩子不会说中文这块缺失的瓦，作者 Dennis Prager 提出了3个应对方法。第1，得到它；第2，忘记它；第3，取代它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1，得到它。如果孩子会说中文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的话，那你就想方设法的去得到它。首先订阅 Misugi 的频道，下一期我们会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得到它。然后选择适合自己和孩子的方法。最后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。第2，忘记它。如果你实在不能再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在孩子的中文这件事上，那就忘记它吧。很多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孩子不会说中文，不也活得好好的。说到底，中文只是孩子众多的能力之中的其中一个罢了。第3，取代它。如果你又没办法得到它，但是又没办法忘记它，那就想办法取代它吧。你可以说，我的孩子中文不好，但是他数学很厉害。我的孩子中文不好，但是他很会打乒乓球。我的孩子中文不好，但是他是下围棋的高手。得到它，忘记它，取代它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最后的最后，我想提醒华人家长们，培养孩子中文这条路漫长而艰辛，很多家长正在付出相当多的努力。你不知道你说的一句话是鼓励还是打击。下一次如果你碰到父母讲中文，孩子讲英文的家庭组合，请不要再说你的孩子不会讲中文了之类的话，而是说哇，你的孩子听得懂中文啊，好棒啊，加油！喜欢这期视频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